那今天呢，我邀请到周红老师，是想跟他探讨一个现在热门的话题，就是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这个杀妻案件，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我相信很多的华人朋友都有听说，这一对夫妇呢，他们是清华毕业的学霸哈，就是有高学历，他们双双进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吧，Google 哈，所以呢，他们是一对大家都很羡慕的夫妻，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前不久，这个先生他亲手打死了他的太太哈，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水落石出，不知道这个背后是隐瞒了一些什么样的真相。我自己本人是很关注，因为犯罪人呢，他是毕业于四川成都七中，刚好是我的校友，所以我本人我觉得非常震惊，因为周红老师刚好他也是成都人，我们都对这个学校很熟。这个学校其实算是四川省最好的一个高中，里面的学生都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应该都是好孩子哈，都是家庭各方面都很好的，很优越。但是真的我很震惊，居然成都七中会有杀人犯啊，而且他杀的人还是他自己的妻子，应该是他最爱的人。所以那再加上我曾经还有周红老师，他现在也住在硅谷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事情离我们也很近，所以我一直在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欢迎周红老师。谢谢露丝，谢谢大家。是的，刚才露丝讲的这一番话，真的也是我的心里话。我也是来自成都，我的姐姐也在七中，所以这个学校对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刚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哈，你还不太认识周红老师，那我再介绍一下他。那他目前呢，他就在硅谷哈，他就在这个美国的加州。然后呢，他有一个事工，有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叫做角生护家中心。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机构，那主要的使命呢，就是来帮助家庭，帮助一些遭遇一些比如说离婚、丧偶、家暴，或者是一些有问题的夫妻，就是去陪伴他们，去关怀他们。那他们不定期的也会有一些讲座，在社区也开展了很多的课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杀妻案哈，那我稍微关注了一下这个案子哈，那听说呢，就是说这个丈夫他叫陈立人，他的妻子叫于宣一。好，听说这个陈立人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然后平时呢比较内向，比较就是沉默寡言，但是呢他兴趣也很广泛。据说他在 Google 工作以后，他就对他的妻子好像有一些的不放心哈，就是有一种掌控欲。那希望他的妻子呢也能够跟他在一个公司工作。那他妻子本来是在 Amazon 上班，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但后来就听说陈立人强迫他去换工作。当然有一些报道又说可能于轩一他不是完全是被强迫的，也许他自己就是有这个实力进到了 Google。我们不知道这个背后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走到一个公司。那但是我就是看到这个掌控这一点就看到陈立人对他妻子有可能是因为掌控导致了于轩一不满，然后他们开始有争执，甚至闹离婚，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惨案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案子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发生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探讨一下关于掌控这件事情。这说到掌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个话题——心理界限这个话题有很大的关系。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谈心理界限呢，主要还是在谈这个一般的人际交往的一些界限。可能很多人觉得婚姻当中是很难去把握这个界限，因为我们圣经上也教导妻子和丈夫要合而为一嘛，要两个人要合为一体。好像感觉就是结婚以后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俩就你我不分，我们要合在一起了，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了。好像再分界限，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说不过去哈，就觉得好像干嘛要分得这么清楚呢？都已经结婚了，所以请周红老师就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说为什么在婚姻当中我们也要谈界限？对，这个界限对婚姻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其实界限就是一个智慧，就是人生的走向的一个轨道。你想两个人在一起，他既亲密，希望他成为一体，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体，说这就是一对的好像的矛盾，但是这是一个奥秘。意思就是在婚姻中，我们既要合一，但是他又看我们尊重我们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呼召，有自己的情绪价值观等等，他也尊重我们的个体的发展，所以既有个体，又有合一，同时呢，夫妻又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丈夫要来爱妻子，妻子呢要来尊重丈夫，他们既是一体，但是又是个体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奇妙呢，它可以完成在婚姻中非常重大的一些使命呀，这就是为什么婚姻一定要有界限。那您可不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婚姻里面没有界限的一些情况？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如果是没有界限的话，就是没有空间，那彼此呢就不让对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机制，那不可能说两个人每分每秒都要在一起，对不对？像一个连体婴儿一样的，不但是身体连在一起，你的心思意念都要连在一起，那你能够确定另外一个人跟你想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吗？你不可能控制，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给每个人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有这位我们的信仰，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独自跟这位创造者来对话的时候，我们就活过来，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源头。但是我们夫妻彼此不是源头，我们只是一个互补，是一个资源而已，不是源头。所以我们只能是平等的彼此支持，妻子来成为丈夫的助手，丈夫也要来帮助妻子，来让她成长，让她更加的成熟呀，这是彼此的一个帮助。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三角形。所以上面一定要有这位创造者神圣灵来陪伴我们，夫妻一起往前走。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不同哈，就是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是神，他是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是我们要去顺服的对象，我们要去听他的，而不是说好像我的伴侣、我的配偶成了我的神，我要去听他的，或者我自己变成神，我要我的伴侣、我的配偶来听我的，这些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就很容易夫妻之间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你是神就是我是神，那总要有一个人好像想要来主导，想要来掌控，不然的话好像两个人在意见分歧的时候，两个人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所以总是要有一个人去顺服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关系其实不平等，对，一个就变成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另外一个就变成是一个比较低等的。这样子的话，长期来讲，那个低等的，要么他就反抗，要么他就逃离，所以这个婚姻可能就破裂啊。是的，对，所以我想这个陈立人跟于炫一他们这个婚姻，虽然在外人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他们有钱有学业有事业，两个人都是长得也非常英俊很貌美哈，各方面都很好，家庭好像也很美满，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没有神，所以当他们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拉锯战，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两个人就开始有这样子一个很深的一个矛盾，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遗憾，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如果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的婚姻其实是有救的，我觉得。
对，就很遗憾他们最后选择这个暴力，用这个最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感到很痛心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可以给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夫妻带来一些的思考，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婚姻要怎么去经营，然后，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一位第三者哈，就是神这位第三者不然的话，可能没有神这位第三者，可能就有其他的第三者。就像那个三角形，它是最稳固的，但是如果是两个的话，其实很难稳固，你就必须要再找一个第三，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工作什么东西，但是孩子和工作它不是真正的神，它不是真正的能满足我们的东西，它可能只能在暂时去缓解夫妻之间的冲突，但是孩子大了以后，或者你的工作失业了以后，好，这个三角关系又破裂了，他们的关系可能又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呀，我觉得谢谢周红姐刚才提到这个关于神哈这个重要性。对，那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需要这个立界线，那我们怎么去立界线呢？就是在婚姻当中有没有一些大家可以去 practice，可以去就是去操练的一些方式，去立这个婚姻中的界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好2月28号就要讲这门课，有7个礼拜来剖析怎么样立界限。那有10个定律我们要去做，但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定律都讲，可是我可以用一个定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就是说从角色来说，那就是丈夫跟妻子之间怎么互动。那有一个重要的定律就是责任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角色来负自己的责任。那如果这个你不负好这个责任是有后果的，就有个因果律也会进入状况。要是你不负责任，就有它的后果；你负了责任，那它就有美好的结果。都是这些10个律都是绑在一起，彼此互动，彼此来支持，可以来祝福我们的。如果你有这个信仰哈，你如果是你会读圣经的话，我就告诉你们，圣经里面几乎到处都是讲着充满着智慧的心理界限。比如说诗篇第1篇，他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怠慢人的座位。那个不就是一个界限，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人是这样的，你就不要。那他说要，就是你要，这个也是个界限，界限就是要或者不要，就是讲得很清楚。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就是蒙福的人。所以神就已经把这样的规则告诉了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限的一个例子。那同时第3段他马上就说，要像一棵树呀，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当我们有界限的时候，我们做事都可以尽都顺利。当我们顺服神，跟着神走的时候，按照他的时候，在他的水边，我们这样子的去顺服神的这些法则的时候，其实神就喂养我们，供应我们，祝福我们。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那怎么样立界限？每个人都要在这个他自己的角度、责任和他们的这个身份和他们的这个定位上面要负起责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我们要为我们的学习负责任。我们一生都要学习新的、有智慧的、有开启的事情要吸收进来。如果发现自己的观念上有些是不合适的，是老旧，而且是不健康的，如果一旦发现，我们要赶快的把它移除我们的思维，让它离开我们的想法，这个观念要完全转变，这叫做 transformation， 就是蜕变，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哇，太棒了！对，所以就是说要清楚自己的责任，同时也要清楚哪些不是自己的责任就是不要去担你不该担的担子。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压力、我们的情绪都会更好、更健康。
啊，谢谢周红老师。那我之后也会把这个课程的报名link 链接放在这个。嗯我之前其实有跟周红老师学过这门课，我觉得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特别是我如何从单身进入婚姻那段时间哈，真的就是学到很多关于界限的这个话题，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来报名，还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子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情绪管理。当我们情绪有一些负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很激动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控制住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要去犯罪，不要去酿成这样的悲剧啊？那在这方面，我想周红老师应该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教导我嗯，们。嗯对，从心理界限来说，我们刚才讲了10个律，还有2个律哈，在这边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一个是尊重律，啊，就是尊重对方，而不是说以我为中心，尊重我，我有什么感觉，你不尊重我就觉得很不高兴，是尊重对方的需要，尊重对方的他的一些他的情感，他的各方面，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注意观察，那也要接受对方。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积极律，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是要正面，而不是负面。当旁边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有人对抗我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致的时候，就像露丝刚才讲到，那个矛盾来了，那个不同的想法，那个冲突来了，但是我们要化它为正面，就是看到对方的他的角度，去同理他，而且积极的去如果是你觉得是不好的，甚至你觉得是对你有威胁的，你不但要刚才说的保护自己，要有责任去学习，同时你也要把它化为积极的去原谅饶恕对方，而不是说一直仇恨来对方，来跟对方来争斗。所以这个积极律就是怎么样把一个不好的事情，对你自己感觉到有攻击性的，甚至对你有羞辱的事情，你可以化为一个机会来锻炼你的成熟的这个灵敏跟情绪，让他随时随地可以去原谅饶恕，可以 let go， 可以放手，让他去，因为他做的事情他要负责任，将来他也要去面对，他要交账。可是我们不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作为一个恨他、一个苦毒、一个仇恨，因为一旦变成仇恨，你很有可能在你的情绪上是一直恶化到一个地步，你可能会甚至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动手动脚，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些暴力。就像刚才露丝讲的这个例子，那既然这个丈夫跟她才结婚1-2年不到，那既然才这么短的时间，还算是蛮新婚的，还算是彼此要很珍惜的，又是这样年轻的人，他们有很高的 IQ，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他们是很聪明的，一定有自己的想法，那怎么可以去尊重彼此呢？如果他们没有学到尊重，甚至也没有学到积极律，怎么样化这个负面为正面，去沟通，沟通也是一个律啊，一个透明律，一个显露律。但是这几个律他都没有学到，他只学到的就是以我为中心，就是我的老我的肉体。那他最后就是要控制对方，要用拳头来控制对方，以至于要证明自己赢了，这就是最大的失败。就是积极律，就是我不要去认为我赢，我是用爱、用放手、用原谅饶恕来赢这个婚姻，赢到我们的关系。我是用爱来赢，而不是用拳头来赢。所以这就是智慧。所以在我们的10律里面，就是心理界限10律里面有好多需要的智慧要学习，好多是我们听过，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践，没有再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习惯。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操练，
一起来学习。我相信，他们两位都是高材生哈，在学校里面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很可惜，就是现在的学校，家长也是，老师也是，都是很看重我们的学业，很看重我们的成绩，但是就忽略了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教育，就是忽略了我们的情绪管理，忽略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去经营好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去尊重别人。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也是引起很多人的思考，就是究竟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要着重哪些方面？我相信可能他们不是常常会受到打击的那种人，所以可能在婚姻当中，强者遇到了强者，两个人突然意识到说对方对我造成了威胁，英文叫 power struggle， 意思就是说两个人都是这么美的、这么有能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自然的 power struggle， 就是去竞争，看谁更强。然后有一个人碰到对方的时候，那个人就不服。如果还没有受过训练，说我愿意忍耐，我愿意去多听对方，看看对方，我看对方比我强。如果都是把自己虚己，让自己有谦卑的心，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一定要逞强，我一定要说我要赢，我要赢，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在夫妻之间。所以刚才露丝讲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呀，我们要从小要训练孩子有一个忍耐，有一个学习的心，有一个看到对方比自己强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听说护家其实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课程哈。刚才除了那个心理界限课程以外，情绪管理、亲子教育也是你们服务的内容，对吗？是的，我们也是要教孩子，要教父母怎么样去管教孩子，要有智慧。因为在管教的过程中，让孩子建立健康的心理界限，而且父母之间的互动，带着界限的互动，本身就给孩子带来最好的界限的榜样。他们不是好像去读书学出来的，是看到的榜样。爸爸怎么样爱妈妈，妈妈怎么样尊重爸爸，他们两个人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而且不去增进，他们是这样子的相爱，而且也懂得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温柔中，当他觉得这是不对的时候，可以轻轻的说不，而不是一味的去不管对错都要去按照讨好对方，不操纵不掌控，他的心是很纯洁的，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就给孩子带来最好的榜样的学习。孩子从小学习了，在我不舒服的时候，我要讲诚实话，我要告诉你我的感受。但是当我学到了教训的时候，我也会跟对方道歉，说哎呀对不起，我刚才错了，就没有那个面子，没有那个不好意思，都在诚实当中度日，就是这个家就是会很合一，而且是不断的成长，这个家是一个慢慢越来越成熟。当夫妻之间有了好的品格，那接触的果子，孩子的好的品格就一代代的传下去。还有对性的这个看法，比如说一男一女，怎么样来看他们的这个界限，怎么样来彼此尊重，这个男的女的之间的不同，我们承认、接受、尊重，但是我们也活出我们的女性的特质、男性的特质是多么的美好这个课程我们都会讲。当然我们最后也会谈到尊重，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去陪伴。当别人被聆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一种爱，那他也愿意来聆听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功课要学习。谢谢。哇，所以你刚刚讲这些，真的我觉得好丰富哈，很多东西，我想很多人都是很渴慕去学习。所以这些课程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开设？就像心理界限，你说是2月28号，那之后这些亲子教育还有情绪管理，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有？2月28号是这个心理界限课程。那第2门课呢，就是与孩子一起健康喜乐成长，这就包括了品格塑造、亲子管教，还有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那个性教育等等哈。这个呢是在5月15日到6月26日，也是7个礼拜的课程，那是5月到6月哈。
那第3门课就是讲刚才讲的聆听，彼此聆听，陪伴，问对的问题，同理心啊。那这门课因为对夫妻就是要彼此聆听嘛，家人都是。那这个呢，我们是在8月21号到10月2号，所以这7个礼拜的课程是一系列的。对，所以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会不定期的会来采访一下周红老师。如果有一些这个案件有一些新的进展，也许我们又有一些新的思考，到时候我再会把周红老师邀请到这里哈，我们还会再来分享这个话题。那当然就是请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欢迎你现在就订阅，之后你就会收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通知，我也会把护家中心的这些课程放在我的这个网站，发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面，所以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就可以关注周红老师的这些课程哈。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华人在这个情绪管理，还有就是家庭关系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因为这个是我们真的很缺乏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可能他们成长的环境，他们比较注重的就是赚钱养家啊，然后最可能大不了就是身体的健康啊，这是他们很看重的。但是在情绪这方面、关系这方面，真的我自己本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很多我们都在，真就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学习，没有足够的这个思考，所以学校里面其实我们也比较看重的就是学业，对，也缺乏这方面的教导，这方面的课程。所以现在成人了以后，我们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们反而要回到回到这个学校去学习哈。那周红老师的他们这个机构就是来补课，就是给我们补课。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应该去学习，但是没有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再去补课，其实也不晚，我觉得也不晚。很感谢，对，很感谢护家这么多年的这个在社区的服侍，对，你们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度过难关。对，我们真的很希望陈立人、于宣一的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对，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彼此去帮助，彼此鼓励。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在婚姻当中有一些的紧张，有一些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也麻烦大家把这个视频传给他们。对，你动一动手指，也许就是防止了一个悲剧的产生。所以很谢谢周红老师今天的分享呀，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那我们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谢谢。